Hello， 大家好，我是达海尔。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深入的聊明朝1.1小版版本推出的全新限定五星角色长离。我会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了解长离的技能之后，再深入长离的操作手法、队伍搭配、深海武器选择等等。然后长离的武器选择、深海属性、技能加点等等的懒人包，我就先放在这边，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暂停截图参考。长离的核心机制是心眼以及离火。在长离平 A4 下使用变奏入场或者使用共鸣技能之后，长离就可以获得心眼。有获得心眼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天赋条上面这边看到有一个特殊的图标。在有心眼期间，长离使用普通攻击或者使用跳跃，就可以消耗掉这个心眼，去释放一个心眼的技能伤害。这个伤害是视作共鸣技能伤害的。长离的天赋条叫做离火，天赋的离火总共可以叠加4层，每一层的离火对长离的外观也都会有一些改变。到了3层的时候还会脱衣服，4层的时候则会戴上眼罩。这个离火就是长离的共鸣回入效果。除了能够靠心眼攻击命中的时候来获得以外，我们在释放长离的共鸣解放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获得4层的离火效果。叠满4层，使用重击就可以消耗掉所有的离火，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个视作共鸣技能的伤害。这边也特别提一下，长离平 A4 下或者释放战技，就算打空了，也一定可以获得心眼。但是他获得了心眼使用的心眼攻击，假如打空的话是不会获得离火的。共鸣回入的离火也是长离的主要输出来源之一，倍率几乎就是大招的一半，而且还可以配合长离的2个固有技能效果，提升伤害以及忽视目标的防御，配合共鸣解放也会有攻击提升的效果。长离的基础玩法就是频繁的去获得心眼，获得离火，然后再消耗掉它们挨打输出。其中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除非你想看长离脱眼罩的样子，不然的话不建议在它满离火或者3层离火的时候让它开它的共鸣解放。再来就是长离的技能基本上都是脱手技，像是心眼的攻击或者战技的效果都是长离按完之后直接切人，也会把他的动作给打完。不过一般也比较少在长离用完战技之后直接切走啊，通常都还是会多打一段平 A， 消耗一个心眼，获得1层离火之后再切人。长离在离火满使用重击触发共鸣回入的动作时长也比较长，一般也会建议可以在他打这段伤害的时候选择进行切人。那实战中我自己的操作手法很有可能是会先让长离使用他的共鸣解放，也是让被动伤害得到一些加成之后，我们再接他的被动，接着接战技平 A 获得1层离火之后离场。接着我们切其他角色把演奏条给打满，让长离可以变奏入场，获得1层离火。战技的2段也都可以分别再给他2层的离火，就可以再接一次长离的重击之后再离场。当然在前面也可以穿插着使用长离的深海技能，像是燎照之旗在使用之后还可以给自身热熔跟普攻伤害加成。如果你带的是无常凶入的话，则是可以给下一个登场的角色伤害提升的效果。那使用燎照之旗还是无常凶入是根据你角色的练度而定的。假如说你的长离练度足够高的话，燎照之旗能够加自身比较多伤害。反之，如果跟长离同队的其他角色拥有比较高的输出的话，无常羞辱能够提供其他角色比较多的伤害。不过我自己是会比较推荐燎照之旗啦，因为大世界的跑图有燎照之旗真的可以开心非常的多，我认为这也是火属性角色的一个优势。深海费用一样是推荐万用的43311，活套的话目前也没有其他的4可以选用啊。然后4费主词条爆伤爆率，3费优先选择热熔伤害加成，除非关卡本身就已经有提供热熔伤害增益，攻击力的加成才有可能比热熔伤害加成要高。1费则是选攻击力。武器部分首选自然还是长离的专武鹤翼流明，能够提升攻击，并且根据造成的伤害还有释放共鸣技能获得一些层数，这些层数能够提供长离共鸣技能的伤害，再加上基础数值也是提供暴击伤害，都是长离需要的属性。除了专武以外，常驻的5星武器千古浮游也非常适合长离，提供的共鸣效率其实也是加速长离斩离火的能力。长离2段共鸣技能的效果也能够完整吃满这个武器提供的攻击加成，基础属性也是给暴击率的。所以在有常驻5星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刻意去追求鹤翼流明。其他4星选择的话，孤军、牺牲或者飞景其实都差不了多少。再来我们简单看一下长离共鸣链的效果。共鸣1的效果能够让长离释放共鸣技能以及重击，期间获得抗打断能力且提升伤害。比较重要的是手感方面的优化，伤害的提升并不多。
二命几乎是提供25%的常驻暴击伤害提升，对深海词条毕业的压力会减少，伤害方面提升是比较多的。再来三命提升共鸣解放伤害，对长离的提升就比较一般了，因为长离的一大半输出来源是来自心眼、离火，这些是算作共鸣技能伤害的。四命释放变奏之后，能给队伍角色20%的攻击提升，持续30秒，让长离在搭配其他主 C 的时候也有更强的辅助效果。五命提升长离共鸣回路的倍率以及造成的伤害，直接提升了倍率的效果，也大幅强化了这个技能能够造成的伤害，对长离的输出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最后，长离的6命可以让它的共鸣技能、重击以及共鸣解放都有额外的40%忽视防御效果。当然，这也是伤害提升幅度最高的命座。整体来说，1命优化手感，2命、5命、6命提升比较多的伤害，4命增加队伍其他角色的伤害，3命就比较一般。但就算不抽命座本身机制完整，也没有任何命座是我觉得强到必须要抽的。最后来聊长离配对以及长离的定位。长离有一个演奏效果，能够给下一个登场的角色热熔伤害以及共鸣解放伤害加深。目前能够吃到最多收益的当然就是赤霞，可惜的是赤霞作为4星，大招的启动比较慢一点。5星的其他主 C 像是安可、精细也都只能够吃到部分的伤害加成效果。不过除了这个演奏效果以外，长离其他的所有技能都是以打伤害为主，没有任何可以给队友辅助效果的技能。所以在定位上，其实我也会更倾向把它定位成一个主 C。不过也不同于其他已经推出的主 C， 像是精细、技研之类的，这些旧的主 C 可能会需要持续的战场来叠层，或者因为变身，在变身期间才有比较强的输出能力。通常这些主 C 也比较吃辅助。长离跟其他主 C 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不用消耗那么多战场时间，基本上都是打完一套就走，有一种速切 C 的感觉。不过缺点就是，目前作为这种类型的输出角色，并没有一个特别好辅助它或者被它辅助的角色存在。未来如果有推出像目前的暗主角，但是是火属性的大招能够比较快充能释放当甩炮使用的话，可能就会是长离最合适的队友。那在目前的队伍搭配上，通常我还是会让长离去跟其他的主 C 去进行搭配。比较常见的搭配像是精细、安可、赤霞都是目前可以做的选择。那最后我以搭配精细为例，简单讲一下实战操作手法。首先，长离出场打一层离火之后切精细，精细切出来丢完 EQ 之后直接切奶妈打2层的天赋。长离切出来之后再打一层离火之后就可以切回奶妈。奶妈切出来开大招之后跳 A 2下把演奏条给打满。第一层的演奏条我把它拿去给精细，精细变奏入场就可以接它2段的1，接着用精细打它一整套的输出，基本上就是哪里亮了点哪里。一整套输出打完的时候，精细也会多一个同奏的效果。这个同奏的效果我们要给下一个登场的长离。前面我们的长离已经打出了2次的离火，切长离出来之后，可以通过 EA 的方式再把它的2段离火给打出来，最后就可以接重击触发共鸣回路。打完一段的共鸣回路重击效果，我们可以接它的大招，再打第2段的共鸣回路。那这边我刚好又有长离的共鸣技能，所以我放完之后再切回精细，触发精细的演奏效果。精细重复完同样的输出流程之后，我们把同奏给长离，切回长离之后就回到一开始的循环了。我们再次切回奶妈，奶妈切出来之后可以打3下再接 EQ， 不过我这边自己有一点失误，没打出它的3下。奶妈打完切长离，再打一层离火，再切回奶妈。那我自己漏掉的3下平 A 在这边也可以直接补回来。打出同奏条之后，我们就切回精细，开始精细的一套爆发，如此往复。如果大家觉得操作手法比较难记的话，我自己在打的时候常常想的也是每一只角色的演奏要分别给哪一只角色吃，这样说不定可以帮助你比较好的操作。那总结来说，我认为目前的长离是一个速切型的主 C， 实战中的许多技能都是脱手技，放完就可以直接离场，操作起来的手感可以说是非常舒适。不过它的小缺点就是目前最合适的队友还没有出现，当然可能也因此可以预期它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那大家有抽长离吗？大家觉得长离的表现如何？如果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这部影片就先聊到这边，看完喜欢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是大海尔，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